这是一栋飘忽不定的鬼屋，每隔1年的时间，它会凭空出现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。传说这栋鬼屋总共有6个房间，但没有一个人能从第6个房间走出来。4个不信邪的小伙伴相约去鬼屋探险，可门口早已排满了世界各地的探险者。同时进入鬼屋大门的有8个人，第一关的门上写着小心食人魔。走进房间后，映入眼帘的是8个雕像。开始他们还觉得有点好奇，但经过仔细查看却细思极恐，因为这8个雕塑就是他们自己。卷毛猜测肯定是他们进入门口时，道具组通过3D 扫描打印了这些雕像。有人试图拿出手机拍照，结果却发现房间内没有信号。所有人都对雕像非常好奇，唯独站在角落边的胡子哥一脸淡定。这时房间的灯突然熄灭，直到2分钟后才亮起了昏暗的灯光。但诡异的是，所有的雕像都变成了这样，一双黑手撕开了他们的头颅，唯独短毛的雕像完好如初。这时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被打开，而这些雕像就像是给他们的一场忠告，他们这时完全可以选择退出游戏，那么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但好奇心还是战胜了大部分人，只有一个女生选择了退出游戏。第2个房间是个封闭的空间，刚进来几人并未发现异常，伴随着灯光的闪烁，墙角突然就多出来一位面具人。他走上前对着众人仔细打量，最后停到了女主小美的身边，对着她小声地说了一个秘密，接着又走到了门口一对夫妻旁边。这时灯光再次一黑，等再亮起来时，女人的老公就已经消失不见，地上还多了一滩长长的血迹。女人被吓得不知所措，当即选择了退出游戏。而他们的第一反应，这2人肯定是鬼屋请来的群众演员。这时第3关的大门也被打开，此时高冷的胡子哥终于说话了，他让众人赶紧离开，现在还来得及。言外之意就是下一关没有退路。短毛认为他也是个演员，毫不犹豫地跟着走了进去。作为小美闺蜜的黑姐询问面具人刚刚对她说了什么，小美说对方居然叫出了自己的小名，但这个名字只有自己死去的父亲才知道。为了搞清楚这一切，她也走了进去。来到第3关，这里是个旋转门，每次只能进去1个人，并且每个人的房间都是独立的，众人也在此处被迫分开。小美看到是一条很长的走廊，走廊的尽头还有一个表情极其猥琐的大叔，他被吓得慌忙逃窜，走进了第4个房间。这里摆放着一块很大的屏幕，上面不断地播放着父亲自杀时的视频。小美也因此陷入了愧疚，因为她那天本该晚上10点回家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贪玩，早点回家或许就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不过更让她好奇的是，鬼屋怎么会知道她的这些隐私？这时第5扇门被打开，现在已经没了出口。犹豫片刻，她推开了第5个房间的门，却惊讶地发现房间内的布局跟自己家一模一样，沙发上还坐着一个酷似自己父亲的雕像。这时电视中播放着自己童年时期与父亲快乐玩耍的美好记忆，她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诡异的电视。这时身后的雕像居然活了过来，他不断地向着小美靠近。眼下发生的一切超越了他去过的所有鬼屋，令人恐惧的不是鬼屋道具多么可怕，而是它能直达玩家的内心深处。雕像一把将小美搂入怀中，小美被吓得赶忙说自己不想玩了。听到她的诉求后，雕像就犹如工作人员一样放开了她，却告诉小美必须走完所有房间才能回家。小美根本不在乎他的话，推开房门走了进去，却发现居然来到了鬼屋之外，并且黑姐已经在此等候多时。黑姐说自己打开5号房间后，周围一片漆黑，中间放着一个诡异的大白球，用手触摸它还会发光发热，但有什么作用却浑然不知。2人在车内等待另外2名同伴，一直等到第2天也不见他们出来，2人只好先各自回家。然而黑姐走到家门口却发现了异常，门口的数字6让她毛骨悚然，难道这个小镇就是6号房间？小美没有注意到门口的房牌号，可当她走进房间后，在上楼时却看到了不可置信的一幕，她死去的父亲居然出现在家中。这时黑姐也来到了小美家，并且这个父亲一眼就认出了黑姐。父亲如往常一样给小美做了最喜欢吃的鸡蛋煎饼。对于此事黑姐非常冷静，接着将小美拉了出来。她认为这整个小镇就是鬼屋的6号房间，而他们现在还被困在鬼屋，并没有真正的走出去。里面的父亲肯定是虚拟人，因为黑姐根本不相信被火化的人还能再次重生，并且劝说小美与她一起寻找出路。可小美却拒绝了她的提议，她想留在这查清楚那天晚上爸爸为什么会自杀，剩下她与母亲2人孤苦伶仃。还从2人的对话中得知一个信息，当时小美父亲自杀后，在小美最需要安慰的时候，黑姐没能出现在她身边。对于此事黑姐也深感愧疚，眼看劝不动小美，黑姐只好独自离开，去寻找其他的小伙伴。到了晚上，父亲陪小美来到泳池边，他述说着小时候带女儿游泳的美好记忆。可当小美进入这个泳池，却发生了诡异的一幕。原本2米深的泳池，潜入水下之后却怎么也看不到底，下面就犹如一片无尽的深渊。等小美睡着后，父亲推开了她的房门，走到小美的跟前，用手抚摸她的额头。在小美脑海中，一幕幕关于母亲的记忆疯狂涌现出来。原来父亲正在吸取小美的记忆。就在他吸取记忆的同时，地下室中开始冒出一滩黑色液体，接着小美的母亲从液体中冒了出来。父亲来到地下室后，他扳断了小美母亲的手臂，但里面却并不是血与肉，而是一颗颗貌似石榴的记忆颗粒，然后贪婪地啃食起来。另一边，卷毛与小帅2人刚从鬼屋出来，等卷毛找到自己家中，居然发现里面多了一个女人，并且里面还有个一模一样的自己。通过2人的对话得知，卷毛2号是他的
的另一面，现实世界中的卷毛胆小怕事，从来都没有摸过女孩的手。他非常渴望自己有个女朋友，而来到这里之后，卷毛2号就是他的倒影。因为鬼屋的6号房间能将闯关者的负面情绪放大，他们靠吸食本体的记忆为生，但卷毛2号却有更大的野心，吸食记忆根本无法满足他。于是他走到卷毛1号面前，用啤酒瓶子干掉了卷毛1号，想要取代他回到现实世界，并且焚烧了卷毛1号的尸体。而在第1个房间的那些雕像，为什么只有他的完好如初？因为他在被吸食记忆之前就已经被卷毛2号给干掉了。画面来到胡子哥这边，为何他在第1个房间那么冷静？原来他之前就曾经带着妻子进过一次鬼屋。两人在第3个房间分开后，胡子哥在第6个房间很快就发现了异常，接着他误打误撞的找到了出去的路。可一直等到鬼屋消失，他的妻子也没有从里面走出来。这已经是他第2次进入鬼屋，并且很快就发现了妻子，可他却从衣服上发现了异常。妻子极力的解释着他们2人之前的点点滴滴，可胡子哥却意识到眼前的妻子肯定是假的，是6号房间根据自己情绪虚构出来的。于是他果断掏出手枪干掉了对方。因为被困在这里的闯关者记忆都会有所缺失，妻子被困在这里1年时间，她的记忆说不定早已经被啃食殆尽。接着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家，不出所料，妻子已经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，因为她的记忆已经被6号房间吞噬。事实证明，这就是妻子的本体。另一边的小美终于发现了异常，她在垃圾桶中看到了母亲的面孔模型，但在她脑海中，关于母亲的记忆却在慢慢消失。她终于相信眼前的人并非自己父亲，她想要从这出去，却遭到了对方的阻止。无奈的她只好找借口上楼冷静一下，想打开窗户从这逃出去，可门窗却被封得死死的。这时门外的父亲开始暴躁起来，小美赶忙打开了衣柜想要躲起来，结果推开衣柜却来到了泳池，因为这里是闯关者虚构世界，而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漏洞。爬上岸的小美疯狂逃命，身后的假父亲紧追不舍。另一边，卷毛2号也找到黑姐和小帅2人，几人这时还没发现卷毛是假的。经过一番商量，3人决定去找到小美，带她一起离开。就在去往小美家的路上，刚好就发现了正在逃命的小美。黑姐赶忙将她救了下来。小美对黑姐述说了记忆丢失的事情，但黑姐却对此没有丝毫惊讶，因为那个白球就是黑姐的虚拟对象。黑姐之前因为母亲的去世，一直很害怕面对生离死别的事情，所以在小美父亲去世的那段时间，作为闺蜜的黑姐才没能陪伴在她身边。自从她发现了白球可以吞噬记忆，她便主动伸出手，想要让其吞噬掉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看着黑姐已经熟睡，小美原本想出去走走，结果一拉开窗帘就发现了虚拟世界的边界。在小帅的陪同下，两人准备去寻找出口。聊着聊着，两人的感情也更近了一步。接着他们来到小镇最高的地方，发现整个小镇都被一股能量包围，其中有一个缺口，那个地方看起来很像是出口。这时胡子哥也找到了他们，确认了小美看到的那个地方就是出口。于是众人决定明天一早就出发。晚上小美睡不着，她来到了小帅的房间，两人很快确定了恋人的关系。第2天，卷毛2号的皮肤开始腐烂，而这一幕刚好被小帅看见，但是他并没有揭穿卷毛2号的身份。看来小帅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因为在6号房间中就剩他一人，还没出现过异常。胡子哥准备带着妻子的本体一起离开，可就在路上，众人再次发现了诡异的一幕。在一个铁笼之中关着整整齐齐的一家人，可他们现在也管不了太多，还是先找出口要紧。在路上他们发现这里的居民非常奇怪，孩子吃早饭的方式就是搭在母亲的头上吸取她的记忆，穿过一片草丛，就这样一直走到了天黑。他们终于来到了虚拟世界的尽头，穿过眼前的这片玉米地，众人就能回到现实世界。卷毛2号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，可玉米地里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虚拟人，虽然他们只能吞噬自己本体的记忆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众人还是决定明天再走。这时黑姐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，她不受控制地往小镇方向走去。胡子哥知道这是虚拟人搞的鬼，他将妻子交给卷毛2号照顾，随后赶忙追上前将黑姐拦住。可胡子哥刚走，玉米地中的那个虚拟人就冲了过来，他开始疯狂地吸食胡子哥妻子的记忆，但由于这并不是他的原型，直到女人整个头颅都被扣得面目全非，虚拟人也没有抽取出一点记忆。赶回来的胡子哥悲痛欲绝地抱着妻子，这时他看到了卷毛2号腐烂的手臂，意识到这个人并不是真实人类。为了测试他的猜想，胡子哥一刀捅在了他肚子上，结果也如他所料，卷毛2号是个虚拟人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痛觉。由于卷毛1号的本体已经死亡，所以他的手臂才出现了溃烂。接着将妻子死亡的怒火全洒在了卷毛2号身上，随后众人立马出发，而这一切都被小美的假父亲看在眼里。众人正在玉米地中穿行，突然被小美的父亲挡住了去路。他非常渴望再得到一些小美的记忆，苦苦哀求让他不要离开。就当他准备将魔爪伸向小美时，却突然又停止了。可能是内心中的一丝父爱阻止了他的行为，因为在小美的记忆中，父亲是非常疼爱自己的，所以在6号房间中的虚拟父亲也同时继承了这种父爱。他让小美2人赶紧离开。接着几人来到了玉米地的尽头，在这果然看到了那座被隐藏起来的鬼屋，但奇怪的是，从玉米地走出来的只有3人，小帅已经不见踪迹，眼看马上他们就能回到现实世界，胡子哥却突然停下了脚步。如今妻子已经离他而去，心如死灰的胡子哥决定留下来毁了这里。有了上次通关的经验，很快2人就来到了第3关，这次2人选择一起进去。接着不一会就来到了第5关，这里依然还是小美的父亲。在闺蜜的劝说之下，她这次放下了心中的执念，推开门也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中。故事也本应该到此结束，没想到的是小美的虚拟父亲也跟了出来，他将手伸向了熟睡中的小美，吸取了一段关于小狗的记忆。原来就在2人走后，胡子哥准备一把火
火烧了这里，不料却遇到了小美的虚拟父亲，两人展开一场生死搏斗，最终胡子哥被对方反杀。这时小帅与黑姐来到小美家中，刚好看到了正在进食的虚拟父亲，接着一棍子将其打倒在地。小美被声音惊醒，虚拟父亲希望能和小美生活在一起，说自己已经能够控制食欲，只要小美能定期给自己喂食一些记忆，他就能在现实世界中生存下去。小美没有同意他的要求，将虚拟父亲关进了地下室，眼下怎么处理他成了3人的难题。黑妹主张干掉他，劝说小美认清现实，但小美却又于心不忍，因为早上母亲打来一个电话，告诉了她父亲死亡的真相。当年父亲由于做生意破产，家里不但欠下了一大笔钱，就连房子和小美读书的钱都赔了进去。为了不连累家人，父亲用药物导致过敏死亡的方式骗取了一大笔保险金，也是这笔钱让母女俩度过了最难的时间。眼下的父亲虽然不是真实的，但让小美杀了他，小美还是下不去手。这时小帅想出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鬼屋消失前将他送进去。无奈的他也只好同意这个办法。小帅一路护送两人来到鬼屋门前，等黑姐赶来之时，鬼屋已经消失不见，下一次出现得等到1年之后。画面一转，小美已经被困在这里整整1年，她犹如胡子哥的妻子一样，已经接受了这里的生活。父亲每次都只是吸食一些无关紧要的记忆，在每次被吸食记忆之前，小美也会在笔记本上记下忘记的内容。与她一起在这里生活的还有小帅。这天他们发现小镇突然变成了新的模样，这也就意味着鬼屋也再次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的某个新地方。与此同时，黑姐也没有放弃寻找鬼屋。这天她终于查到鬼屋出现的相关线索，门口依然是站满了挑战者。为了救出小美，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，在6号房间中很快就见到了小帅。随后两人路过那处诡异的铁笼，从两人的交流得知，原来小帅是个孤儿，他从小就渴望拥有一个家，后来有人收养了他，但他的童年却过得并不幸福。而铁笼内的几位就是收养他的家人。虚拟人因为被关在铁笼内，无法吸食小帅的记忆，这里也就对他没有任何威胁。慢慢的，他开始喜欢上了这里，在这他不会衰老，也不用考虑外界的压力，甚至能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。看着小帅越发痴狂的样子，黑姐决定不但要带着小美离开这里，她出去后还要将这里一把火烧掉。小帅当然不能同意她这样做，于是走上前一拳打在黑姐的肚子上，然后将她关进了小黑屋。黑姐又一次看到了幻化成自己恐惧的白球，白球由于1年都没能得到记忆投喂，饥渴难耐的她将黑姐整个人都包裹进去。但黑姐经过上次和小美的谈心，她已经彻底的放下了心中的执念，所以最终她战胜了白球，最后找到小美。但对于出去这件事，小美似乎并不想离开。为了让她看清楚小帅的真实面目，黑姐将她带到了铁笼附近，在其中的一栋房子中，一个双眼无神的女人正在画画，口中还不停地说着小帅快要回来了。原来小帅一直都住在这片空间，他不停从外界带人来到这里，就是在利用这些闯关者的记忆喂养鬼屋，而这个女人正是小帅的上一任女友。说完这些后，黑姐又转头回到了小美的住所，因为她知道想要让小美离开这，就必须干掉小美的虚拟父亲。她的父亲对此也没有反抗，因为他的父爱是真实的。他知道女儿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她的记忆迟早有一天会被吸干，变成一具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。意识到这个虚拟人并非冷血无情，这让黑姐也一时间下不去手。另一边，小帅找到了铁笼旁的小美，这时房子内走出6个记忆被吸干的女人，而这些全都是他的前女友。小帅还想要狡辩，心如死灰的小美转身便打开了身后的牢笼。赶来的黑姐给了小帅一刀，小美的虚拟父亲则将他死死地按住。随后小帅的家人走出铁笼，饥渴难耐的他们死死地按住了小帅的头，开始疯狂吸食着他的所有记忆。随着黑色液体铺满整个路面，小帅最终变成了一具没有记忆的行尸走肉。看到这一幕，身为虚拟人的父亲被吓坏了。虽然他能很好的控制饥饿，但对于女儿来说还是有威胁的。他不想看到女儿也变成行尸走肉，于是虚拟父亲在自己脚上套了一根绳子。上一次自杀是因为破产不想连累家人，这一次他希望小美能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因为他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吸干女儿的记忆。眼前的父亲虽然是假的，但对于小美来说，她感受到的这份父爱却是真的，这也让她迟迟下不去手。闺蜜为了能让小美放下这份执念，她走上前帮了小美一把。至于她的脚上为什么要套一根绳子，或许是因为她知道自己作为虚拟人不会死，而脚上绑的绳子能让她掉入无尽深渊，这样就能永远消除对女儿的威胁。以上故事出自美剧灵异频道第2季，故事到此结束。喜欢这种一口气看一部剧的小伙伴可以点个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